以及尹正，有请。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来到我们的抖音观影团和大家来见面，掌声欢呼声再热烈一点，好吗？谢谢大家，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啊。好的，有请我们的主创和我们抖音的家人们打个招呼吧。来，蓝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抖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剧蓝小龙，谢谢大家来看这个电影。欢迎蓝小龙老师啊，来口说导演。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电影的导演孔生。欢迎孔导，侯总。抖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正午阳光侯洪亮谢谢大家。欢迎您。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德仙警之中饰演莫德贤。欢迎肖战。好，来宝贝儿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思度，在电影里面饰演莫等贤。欢迎，还有个小名叫狗狗啊，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昱畅，在《德仙景致》当中饰演萧衍，希望大家可以在抖音、豆瓣、微博、朋友圈、猫眼、淘票票、小红书多多支持，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德仙景致》。好，谢谢大家，谢谢啊，好嘞。我是周依然，饰演夏承。欢迎依然。大家好，我是阿荣娜，在电影中饰演的是马国富。欢迎你。大家好，我是甘云晨，在片中饰演梅德福。欢迎阿甘。大家好，我叫周思雨，在电影中饰演康灵宝。大家好，我是尹正，我在《德仙景致》里边演鬼了。谢谢主创在放映结束之后来到我们抖音和大家来见面。当然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有很多来自我们抖音媒体号以及我们的抖音达人在，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受哈。首先呢，我们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一位媒体朋友啊，他呢也是一位我们的抖音达人啊，方浩明，你好，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对他非常熟悉哈，他也是代表着国外的记者参观了我们的这次的93阅兵哈。你好，我不知道今天你看完《德仙景致》之后会有怎样的自己的一些感受？谢谢。导演你好，各位演员老师们你好，我是驻华记者方浩明，来自伊拉克。这个看完电影真的是到现在很难平复回来，真的是给我回忆了很多小时候，因为其实我的故事和电影很多经历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我在4、5岁的时候，我也经历了战争，我也是和家人一样，逃了很多地方，也跑了很多地方。我当时就是这么大，就是所以说实话，看完电影还是印象很深刻，因为1937年，在没有很多媒体，因为我是做媒体，在没有很多媒体的情况下。当时有多少个屠杀，有多少个罪行没有公布出来，所以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我今天来到这，我首先要非常感谢各位演员老师，感谢导演，你们在做的是让全世界去看到这段历史，这是一个人类的黑暗时刻，但也是给我们看出了中国在抵抗侵略者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真的是。我一直认为这种精神是我们值得每一个，你不一定是中国人你去学习，我觉得每一个外国人也应该去学习。我希望有一天这种精神能在我们的教学里面也能去体现，在全世界，不只是在中国。因为我认为，我一直说出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我在10年前还经历了第2次战争，我这辈子，我现在25岁，我经历了2次战争。我因为战争，我失去了我爷爷，我失去了我爸爸，我失去了我很多朋友，所以战争跟我们想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它是要比残酷中还要残酷。所以今天我看完电影真的是很难平复出来，演员老师们也演的真的是特别用心，所以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走向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朋友们去看到中国人抵抗侵略者的精神。谢谢。谢谢方浩明。浩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哈，尽管这个问题可能多多少少会勾起你一些回忆，在你经历过2次战争的时候，你作为当时的一个亲历者，你会害怕吗？这个战争到来的时候，就每个人有梦想，每个人有目标，每个人有很多钱，有很多什么想赚钱，但是战争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归零。一切都感觉像做噩梦一样，
我从去年就开始拍很多视频，然后开始报道，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公布出来，就是我自从战争后就一直做噩梦，到现在永远都不会结束，就是战争会给你留下一个后遗症，尤其是我在战争失去了这么多的亲人和朋友，没办法，这是要面对的一个真实残酷的状况。现在的世界不是很和平，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电影，希望用我们看到的中国精神，让更多人去学习。我们应该为和平去做出努力，而不是打打杀杀。谢谢浩明的分享，谢谢，掌声来送我们的浩明，谢谢。想问一下，侯总，听到浩明刚才的分享，您有怎样的一些感触？是，我觉得大家这就是电影的作用，就是每一个观众看到电影以后都会有自己的切实的体会。我们真的是不希望经历战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和平里大家共谋发展，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当然，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战争当下人的求生的本性，当然也能够看到在那样的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勇气可以说是生命的赞歌。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向大家表达的。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抖音的达人，资深观众刘根红，你在哪里呢？好嘞，来，话筒交到您的手上，听听您看完电影的感受，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主创交流？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肖战老师、彭昱畅老师和尹正老师。因为刚看完3位老师特别精彩的对手戏，所以就比如说那个肖战老师和尹正老师在升旗的时候伸手就是重拳出击，然后彭昱畅老师和那个肖战老师见面就是几个巴掌，所以想问一下3位老师互相搭戏的体验感如何？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形容彼此，各位老师会如何形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2搭，各位老师想要跟对方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关系？好的，那3位来回答一下啊。我觉得跟鹏鹏还有郑哥拍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戏是一来一往。首先，你必须得对方足够的给予你，这个戏才会好看。那我相信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如果说给2位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形容对方，对吗？你是说角色还是说演员本人？角色以及在搭戏过程中的感受。那我可能对于萧衍的话，我希望他可以再早一点下定这个要反抗的决心，担起自己的责任，然后对于大河原的话，我希望他可以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吧。深刻反省啊！来，鹏鹏来分享一下。对，我觉得其实战哥刚刚说的也是，因为我们跟战哥第一次合作，其实在围读的时候就有一种那种天然的默契，就读着读着就是他用南京话在那说，有的时候我用重庆话在那说，他还会教我重庆话，配合起来就好像认识很久很熟一样。然后我觉得德贤跟萧衍的关系也是像在这部电影里像2个被命运交织在一起的2个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然后一起完成了一次反抗，一次觉醒。对，然后但是跟郑哥是之前我们就合作过，然后这次也很惊喜，郑哥能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然后跟郑哥也是，因为我确实很怕打到他，然后我希望对，借用战哥刚刚的话，希望那巴掌能够把你打醒。对，但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问的是未来想饰演什么角色，什么关系？2搭，对，如果跟肖战有2搭的机会的话，希望能演。那就得问蓝老师、孔导演、侯大，对吧？咱们得能还有什么？对，政府发出邀请，2搭什么都行，是吧？我让尹正打回来。可以，来，我们尹正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跟阿战第一次合作。阿战在我眼睛里面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少年演员、青年演员，尤其是其实电影里面没有一个镜头，当时就是大家都看完了嘛，
鬼子刚进村的时候，然后小莫站在那儿，他因为他开枪了之后，他就有一滴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当时我们在演的时候，我就拿手去擦他那个眼泪，然后小莫是那个反应是直接就一拘灵，而我当时我就觉得哇，我说他完全人就在状况里，就特别特别棒。然后鹏鹏的话，鹏鹏我们之前有合作过了，其实我特别感谢鹏鹏抽鬼子大巴掌的时候，那场戏他特别照顾我，因为他知道我心里面会很难受，他也知道那巴掌抽上去会疼，所以就是他拍之前他就知道，因为那种戏如果你那巴掌抽不明白的话，就得反复抽。所以鹏鹏就跟我讲，他说哥，我一会儿就抡圆了，就一个大嘴巴子，咱俩就完事儿了，好吗？我说行，我说这就是真的他在心疼我。然后他说你心里面别太难过，真的。然后真的就咣一下，一巴掌抽下去之后，一条就完事儿了。然后就特别成熟的好演员嘛，就非常非常谢谢他。然后然后那场戏拍完之后，心理压力挺大的。后来朋友还请我喝了顿8+1，哎呀，对，安慰了一波，安慰了一下。对，因为心理压力会很大，你自己本来是中国人，也很讨厌日本侵略者。然后如果接下来想合作什么的话，我就想跟他俩合作一个别那么沉重的轻松一点的。对，就有点爱的之类的。行嘞，对，蓝老师考虑考虑啊。但是我记得3·8那场戏还是对抽的，不只是不抽。但是其他的话，阿如那巴掌是真抽的吧？不是吧？阿如那巴掌是吗？我是忘了，真的。我也忘了，因为鹏鹏好像是假的，不是，就鹏鹏那几个，因为当时导演就说，因为我那巴掌有特写。对有特写，就是近景的必须就抽了几巴掌就完事儿，但是完全没有说哪一条说因为抽巴掌没抽好要再来一遍的，完全没有。其实真的鹏鹏的压力很大的，因为我们拍戏自己其实都知道，打人的压力比被打的要高。是的啊。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您的问题。好嘞，接下来呢，抓紧时间，钱江视频的媒体老师来，在哪里？你好。我想问一下肖战老师，莫德贤这个角色很糙汉，从造型到状态都和你以往的角色反差是极大的，所以呢，我想问一下，过程中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困难的挑战呢？好的，谢谢您。如果从外形来说的话，我觉得困难谈不上，我觉得说可能是一个过程吧。记得刚开始拍的时候，导演一直跟我说你太挺拔了，说你走路怎么那么挺拔？然后我说导演是吗？我说那我勾了一点。然后从此以后，只要我到了现场，我整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想把自己的那口气给卸下来，让自己从身体由内而外，真正的可以体会到小莫他在当下经历的那些东西。他经历的那些沉重的一些过往，会给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内心带来什么样的表象？对。好，谢谢老师。谢谢肖战的分享。新同事的朋友，来，我们工作人员赶紧给送个话筒。新同事的朋友，麻烦您起立一下，工作人员会快速的找到您啊。来，咱抓紧时间。你好。你好，想问一下周依然老师，在这种抗日题材中呢，咱们女性角色往往有坚韧的精神力量。那你想通过夏晨这个角色，想表达什么精神或者价值观呢？夏晨其实，在那个时代，他是，因为他在那个船上，其实他随身会带着一本书。对，他其实思想挺独立的，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挺勇敢的人。他在包括全篇大家都能看到，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想顾好这个家，想吃上一口热饭。对，我觉得他挺有生存智慧的。我觉得他内心一定是，勇敢，然后丰盈的。对。好的，谢谢依然的分享啊。好，来，我们有料 BB King 的媒体老师，你好。你好，我想提问口生导演蓝小龙编剧以及制片人洪亮老师。
影片并没有选择从宏大视角切入战争叙事。电影里能看到大家的武器是有很多是用农具改的，村民们也是靠生活经验来抗敌。那么拍摄时还有哪些细节能够体现我们歌指村里的村民抗敌智慧，以及作为正午阳光首部电影实景搭建歌指镇，为什么如此坚持极致的紧致标准？好的，那3位，那侯总来回答一下，一致推崇您，3位一致推崇您啊。我觉得冥冥当中这个德行紧致这个片名可能和我们就是一直想追求啊，倒不一定能够追求得到的一种精神是一致的，就是工匠精神嘛。所以，我们做这个题材，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让蓝小龙破这个题。因为蓝小龙他一定不会好好说话的，他一定给你换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角度啊。然后小龙的剧本呢，我觉得孔胜导演又是一个最好的翻译者啊，他会把小龙的剧本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啊。所以，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就是台前幕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啊，挺开心的。2位有补充吗？我觉得那个歌指镇，他说的歌指村，花了不少钱。花了不少钱？对，这个我侯总说一下。投资很大，要炸掉。对，要炸掉。所有的每一个房子最后要炸掉。港口也不少钱，但是大家都没看到。但是其实正午阳光在影视剧创作上其实不惜成本的，其实是最后要对得起观众的每一张票。没错，对，我觉得不怕花钱，对，就怕浪费。对，好嘞，再次感谢我们台前幕后主创朋友们心中的一直坚持这份紧致。好的，还有最后的一位啊，我们大话娱乐的对。我想提问一下肖战老师，因为其实之前也有饰演过抗战题材的角色嘛，像那个《王牌部队》里的顾一野。那这一次其实是从百姓匠人的视角出发，然后去展开这个抗战时期的故事。那么这一次饰演莫德贤，在饰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然后在表演上有没有做哪些不同的设计和思考？我觉得首先从题材跟角色上面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一个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名军人，对，所以从这个上面就拉开了。然后其次的话是这一次。大家其实想要从一个以小见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题材。好的，谢谢肖战的分享。好嘞，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场有点超时了，特别感谢抖音的朋友哈，大家别忘了打开抖音，用扫描我们的2维码，发文字的音频在你的抖音平台，好吗？希望抖音的朋友们多多支持德贤紧致，谢谢。谢谢哈就拜托各位了，好吗？今天上映第1天啊，希望得到大家更多支持的力量。那我们转身跟大家拍个大合影吧，各位主创老师，好吗？大家手机闪光灯可以帮我们点亮一下，但是合照的时候请大家坐好，好吗？不要站，好吗？谢谢啊，我们只举手机闪光灯就可以了啊，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好，来，我们一起看向中间白色灯罩的。